BLG 败给 AL，7连胜被终止，粉丝爆破官博，双 C 太菜，对不起 Bing， 每个人让 Bing 踹10脚都不解气。黄魔哥开团 Uzi 和 Faker 冲上热搜，直言一诺如果打 LOL 莫他们是了。AL 在 LPL 第3赛段和 BLG 的 BO3 中 ，AL 以2-1的战绩获胜，终结了 BLG 的7连胜，也宣告着自己的状态回归。而对于 BLG 来说，虽然这只是他们第3赛段的首败，但还是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首先是赛后官博炸了，不少粉丝怒斥为食魔一直放小龙，为食魔团灭了不去打龙，要去抢高地塔的经济，你们真的会运营吗？也有粉丝怒斥 Knight 和 Elk 没有任何作用的维克托，全 LPL 最菜的云阿娜，更有粉丝直言心疼病，10-0的奥恩都赢不了，队友对不起他。接着 LPL 官方解说，米勒和 Rita 也谈到了 BLG 落败的原因，他们认为 BLG 还是那个问题，有优势的时候还是有点浪了，主要是那个听牌龙很重要啊。BLG 优势莫去拿，领先1万经济，但是 AL 的沙皇女枪有火龙魂，即便鳄鱼岛最后跟那个女枪装备经济都很差的情况，但是他们有火龙魂，又弥补了一些经济的差距。是这个火龙魂就是 AL 吹响这个翻盘的一个信号。对，而且它还是个战略悬赏点哦。就算你领先这么多经济，但是 AL 有火龙魂，就是可以弥补经济差距，主要还是 BLG 给了机会，不然 AL 还是很难翻盘的。我就感觉 BLG 优势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问题，纪律性这一块以及资源莫控好。最后就是赛后采访的时候， Bing 也认为是资源团的问题，直言以后的比赛中资源团会做得更好一些。简单来说就是 BLG 其实有很大机会获胜，但是因为一些决策问题导致白给了 AL 很多资源，火龙魂都拱手让人，让自己在后期陷入了被动。这个问题也存在挺久了，之前一直连胜可能会让 BLG 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所以这次的失败也许可以让他们再重新审视自己的运营，能够找出问题改进的话，未来会变得更强。而 AL 急需一场战胜强敌的比赛来点燃团队的气氛，这场胜利对于 AL 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从国际大赛回来之后 AL 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，非常低迷。虽然这场也有失误，但是能够在逆风中找到机会翻盘，对于整个队伍的信心来说也很重要。AL 下一场的对手将是 IG， 这场比赛之后他们的状态应该会有很大的提升，期待他们和 IG 比赛的发挥吧。我们聊回这场最后一把的神人大战。第3局 BLG 上路奥恩，打野梦魇，中路安妮，下路云阿娜加泰坦， AL 上路鳄鱼，打野波比，中路沙皇，下路女枪加女坦。对线期双方有来有回， AL 推掉了下路一谢塔，拿到了一条小龙， BLG 则是拿到峡谷先锋，并且峡谷先锋团战打出1换4，前期 BLG 经济领先1K， 前锋也拿到了，大了2个，后补直接被秒了，这波奈克绕后立竿见影，梦魇被处理掉，但这边的话 Elk 的云阿娜一直在输出，那圣翔哥也顶不住了，翔哥也倒地，这边的话熊还把香克斯拍成了一个残血，还要过来，他在还想追吗？有闪现的波比，队友也跟不太上，这波比他还被撞起来了，张金好像没用，又被勾过来，人走，再给到 Elk。是的，这样可以推一下中路。哇，云阿娜这波吃饱了，他拿到2个头。哇，这波奈子的绕很明显啊，神人壁咚没有壁咚墙上，但是香克斯的输出应该是够的，想换掉他在，好像能换掉。两边又做了一个野辅的互换，但是 Elk 中期 Knight 安妮闪现开到 Shank 沙皇，将其击杀后 BLG 拿下厄塔汉， AL 则是交换拿下金牌龙。上这边有点危险，被他的大招锁了，我又是 Nice W 闪，
是的，直接被安妮给先手到了，那这样沙皇不在。28分钟 ，Tarzan 波比也去开团，但是瞬间被秒。AL 虽然拼尽全力击杀 Elk 与娜娜，但是 BLG 其他人团灭 AL， 拿下第一条大龙。上半部压制视野，而且 Shadow 看开不起来，对，先去打个小龙。是，这波没问题，solo 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。刚才是奥恩挺进敲了一下，想开，但是 Elk 这边瞬间水晶拉开，哇，这个波比直接白给掉了，太痛了吧！再叫起来两个人 ，KL 也扛不住，打了命中。推了一下，推过来艾尔克，但是后部怎么办呢？直接被艾尔克给杀了。那边的话，鳄鱼咬住一个 Shadow， 但是打不过，瞬间的团灭。AL 这波想开，但是他们找错对手了。29分钟 ，AL 拿下火龙魂。后期35分钟 ，AL 中路找机会开到 Knight 安妮 ，AL 打出0换2后，拿下第2条大龙。BLG 则是交换拿到远古龙。命中了 Knight， 肯定要死了。那拖一会儿吗？他在旁边好像也要被捏住。教的怎么样？这边的话，艾尔克也被逼动了，拉开了距离。但是的话，沙皇火力全开，火龙魂的沙皇太能捅了 ，BLG 完然要溃败了。好像被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，Shadow 也倒了。不是领先8线，被 AL 连打2波，中野阵亡，那 AL 要拿大龙了。43分钟，双方再次争夺远古龙。一波疯狂拉扯后 ，AL 打出3换4，拿下第2条远古龙和第3条大龙。是，他们也知道这个远古龙让了就等于输。上路的兵线非常差，但也没有办法了，要不然就正面开一波。感觉很想开啊 ，KR 这里，但是奈特已经在 C 草埋伏起来了。阵型稍微的被拉扯了一下，奈特先打一套，这边马乌点起来了，杀太高了，女塔直接被融化了。这边艾尔克想进场，詹姆斯被勾了一下，开这个金身，欧的扬降一下，一枪打到洒下来，但这波的话没有砸死艾尔克的，哎呀，艾尔克被咬死了！哇，这波的话 AL 的双 C 奈特被粘住，大鳄鱼很能打，大鳄鱼又碾死莱尼。这边的话，兵哥，但是兵哥很厉还害，在尽力被锤走了。我的天哪！但家不行，家里有大头兵。AL 又打了一波3换2，他们集所有人之力秒掉了 BLG 的双 C， 但是 BLG 的上野辅，他们可能要收割这波的远古龙了。哇，那感觉远古龙拿了，还是会让比赛失去悬念啊。他敢跟后部能做到吗？有复活甲的女强，欧文勾上来，试一下 AQ 还是很痛的。奥恩再撞上去，没有撞到。这边的话，大招又要好了。又要教羊了吗？两边拉扯住，正面的话都是一个半血的状态。再等关灯，再等羊，大招给到后部，后部那边要吃羊了，下头撞进去，后部复活甲交代了，但是他插在，好像把Shadow带走，而且队友复活了，又是 AL 的回合了。我的好像没把远古龙给拿了。不是这比赛到底在折磨谁？远古龙，甚至大龙。哇 ，AL 要拿到他们再一次的3龙会了吗？我的天哪！46分钟 ，AL 想要借助3龙会强行一波，但是 Bing 奥恩守住了高地，配合队友团灭 AL。有女妖，有金身。其实有一定的保命能力，而且现在是有远古龙的时间点，所以对于 BLG 来说，他们只能防守。他们必须得拖远古龙消失。Shadow 看去会直接被融化的。但是 AL 他们可能要利用最后的短暂的尾巴，还有1分钟，他们想要强势结束比赛。安妮骑了一个很远的位置，但是他们已经被发现了。他想绕，但是远古龙还有50秒。艾尔克被上方一波，雪兰妮下绊了，怎么办？现在 AL 5个人围绕着2个门牙塔在做攻防。奈特想绕，但是这个位置好像被盯防住了。主要现在你开团感觉是自寻死路啊，开不了啊！正面有一个炮车兵，AL 就守着这个炮车兵，等下一波兵线。得照阳，远距离尝试一下，他就想拖这个时间，哎，勾上去了吗？大招落下来，想砸香克斯有金身的，鳄鱼已经拿到了1个门牙塔，这边艾尔克要被融化了，第1条命先交出来，后部被撞上来，想拿后部有金身摁出来了，关键后部倒了 ，BLG 落后远古龙，落后大龙，落后火龙丸，但是他们要一杀团战吗？香克斯满血带踢过来，又是好看一条，
是的。现在还有上队三兄弟，但是远古龙结束了。真的好对吗？加克斯地场这一推到了，上了一下上方，好像加克斯地场要被解决掉。逼哥的羊已经超时了，逼哥的羊还在。哇，又是个 W， 再打出一岁，再撞一下。哇，九阳神功，逼哥的羊练出来了，九阳神功以后是我的了。太夸张了吧，这个奥恩！49分钟再次争夺远古龙 ，Tarzan 波比拿下远古龙 ，AL 团灭 BLG 后拿下比赛的胜利。怎么办？奥恩想叫羊，阻止对方来抢龙。波比是主要的看防对象，逼哥的奥恩就在前面。远古龙已经剩下很多的血量了。前面龙要进检查线了，你想打到线打下来，但是那个已经倒了。艾克的输出拉满，云安娜把鳄鱼要打残了，想飞过来，龙波比的龙，我们赢了吗？再带走一个云安娜，这一波后面打了1万的伤害，波比抢到了远古龙，他们要回来了，似乎远古龙的团女枪也把输出拉满了，后部的女枪最后把龙给拿了，洗了波大澡，洗了1万伤害，他们终于要回来了吗？我从地狱归来，经历了石油杯，经历了 MSI， 经历了这个赛段前面的波折，但是 AL 他们这场比赛再一次拿到了远古龙，战胜了他们熟悉的老对手7连胜，哇！恭喜 AL！ 不可思议的比赛 ，AL 的韧性，他们在最后的团战发挥，拯救了他们也拯救了自己。第3赛段3比4的 AL 团队状态起伏很大，今天赢下了这场关键局，也总算是4-4勉强稳住了。他们目前至少要为争取到前4的身份晋级到季后赛而努力。作为第2赛段的优胜者 ，AL 后续仍然需要找回曾经的状态。7比0的 BLG 今天迎来了自己第3赛段的首败，这会成为转捩点吗？经历了2次换打野，团队由胜迅速转衰之后，这不禁让人开始怀疑新打野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了。黄魔哥开团 Uzi 和 Faker 冲上热搜，直言一诺如果打 LOL 没他们事了。可能在4-5年以前 ，LOL 和王者荣耀的玩家之间搞一搞对立流量还挺高的，因为那个时候 LOL 的流量挺大的，王者荣耀的流量也不少，加之又都是年轻人，很容易被这种话题搞起来。现在，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狂魔哥是干石魔的。这个人我们可以把他看作王者荣耀圈子的 Otto， 不过 Otto 的起点要比这个人高很多。他之前就是一直在搞这种争议性话题，从而获取一些流量。可以说他直播内容的一部分，就是在直播间里点评别人，不管是什么领域、什么类型的主播也好，公众人物也好，他都要去点评一下。这种点评也给了他不少的流量。并且他这种选手也不太会在意网络上的言论，因此这种人也算是先天吃互联网饭圣梯了。不过这一次他吃到的流量有点多了。事情的起因是他跟直播间的网友聊天，作为目前王者荣耀的头部主播，自然也是需要找各种节目效果，因此就想到了 LOL 和王者荣耀对立这种行为，就开始踩一捧一，说 Uzi 和 Faker 不好，他们什么阿猫阿狗，还搞名人堂。如果一诺王者荣耀职业选手去打 LOL， 那么就没有他们什么事了。这件事我感觉是有点各方推捧的味道在里面了，因为这个人他天天都是这样点评这个点评那个，没有一场能冲上热搜。这次上热搜可能是王者荣耀和 LOL 的流量真的要出问题了，所以就需要搞一个这种事情，从而让大家去吵一吵。现在别说是 LOL 了，就算是王者荣耀的玩家也下滑了不少，因为现阶段游戏的敌人一定不是另一款游戏，而是短视频平台，而游戏的上手难度再怎么低下，也不可能比短视频还要低，这就导致各大游戏厂商都比较焦虑。毕竟如果现在的日活上不去，未来的日活就只能断崖式下跌，因此现在的游戏圈子已经开始饭圈化了。
游戏本身的话题没有什么吸引力了，更多的还是游戏圈子里的人之间发生的事情，更能让大家感觉有趣吧。那么，对于这期节目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